就是我有一间两房是有平面车位的就有。好这没办法，我那时候重大建设的地图的工作做一做，功课做一做，就是那个社区，我已经等很久了呢等了快1年有吧，就是等它抛出来，在大涨前夕。然后抛出来就是两房有车位了，干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想要那个车位啊。我有问他说，那我不要买车位没有这样的好吧，那就买了吧。果然现在租客2台机车，他不要那个车位，他说可不可以租金便宜一点，因为我们用不到车位，麻烦那都跟我预想一样。不过我都做中古电梯大楼，中古就是这样，物件出来的时候你好像也没得挑，对不对？我就等那个社区1年多，然后突然出一个那个很少买卖，终于出一个两房，可是它有车位，那你要不要买？那我们就是买啦。那如果能够让我再重来一次，我或许会硬生生去等到一个两房没有车位的，然后拿出来买。两房该买车位吗？这2个地方买房买两房要比较慎重。先说结论除非你是双北的，台北市、新北市，不然你可以不要买带车位的。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现在终于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你有需要找包租代管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两房产品到底该不该买车位？这个问题是很多啊，真的是很多，好几位都在问那观众来私讯的我 LINE 是放在那个嘛，就资讯栏你爱加都可以加这样是会员我就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拍谁那个来问太多，然后这个题目两房要不要买车位时常出现干脆拍一集。就是说现在在那个投资两房然后2个产品在选假设条件都一样，价格没差很多，一间两房有车位，一间两房没车位，那你要买哪个？我先说价格差不多，你买有车位了，废话差不多嘞，那车位用送的为什么不要？那如果它车位就有它的价差，比方说有车位了贵150万那抉择就出来了嘛怎么选？这一个乡民他的问题是说，他这2个产品在选，坪数地点都一样，价格没差很多，一间有车位，一间没车位。问我说会怎么选，直接讲答案，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废话，选有车位的车位用送的多一个车位就算未来租客不要，也可以租给别人对收入叫无不小补啦那应该中南部大概就1个月2000，你要到2500应该也难这样但这个是特例这个叫做价格差不多你不要想说有这种物件，然后你就拼命去找，或是想跟买方压价，叫他送你一个车位，这不怎么可能的事情我只是说刚好他遇到来问我的状况是怎么车位感觉是用送的，那就买好，那更常见的情况是什么你会遇到情况是什么？就是有车位的两房比较贵，然后贵一个车位的价钱。如果你现在遇到了，你不知道怎么选除非你是在台北市、新北市，不然我会建议你就选那个没车位的比较便宜的就可以了。你要知道谁会租两房还要带车位这个真的就是北部跟中部、南部的差异了。如果你是买中南部的两房我建议可以不用买车位，原因是这样：现在会在中南部住两房的人，通常都什么情侣啦，刚结婚还没小孩子的夫妻啦，或是一个人住，然后他要一个工作间，因为很多远东工作嘛，这是真的我去看一个两房，就说他之前一个人住，我说一个人住两房我去看一下，好，去看的时候他有一间全部贴起来，贴那个消音棉，消音棉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吗？我这刚好有拿给你看，这种东西就是他把它贴满满的。好，那所以我未看先猜，应该是在做那个叫什么 podcast 就贴满。这个很合理啊，自己睡一间舒舒服服，然后有个工作间又有一个客厅。好，扯远了像这样子的人或是小夫妻那通常他们都怎样？骑车他们不太买汽车，就是两房的客群，至少在我在看的这个高雄两房的客群算很少的人有汽车，都骑车。然后他们对机车位的需求，它2颗机车位这样。我们通常社区你那时候在买，即使你有买车位，也是配一个机车位给你嘛，所以他们也要租，然后租的位置又不一样，一个在 B3， 一个在 B1， 什么没随便。好，如果真的有开车的需求的话，他们会怎样？他们会自己去租1颗车位。然后中南部车位的租金很低了，就是低到你觉得我干嘛花100多万快200万买这个东西？
好像租金1个月2000吧，大概就这样。那如果你自己今天买的是两房带车位，两房有车位，你会发生什么情况？就是你房子会卖的比人家慢因为你就是多一个车位的钱，那你总价一定是比没有车位的人还要高。那两房的买方他就没有车位的需求所以他怎样优先考虑没车位的因为这样总价便宜他又没车那此时两房带车位就不香了，甚至是阻碍你的一个例子当然，如前面所说如果你是前面那种特殊情况，同样价位那个车位好像是用送的，那你当然要买最后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买带车位的房子。这个常看我影片应该也都知道我说怎样，两房不买车位，三房必买车位四房那边供三房叫必买车位如果你是买到三房或四房，那就是一定要有车位。现在其实还有一些比较中古的，它三房是没有车位的如果它三房没车位好，那你就看看你有没有办法买下来，然后之后在社区里面慢慢等，然后再买到一颗车位。到时候你要卖是三房带车位比较好卖那不然的话你就要卖很久。人家三房带车位总价都比你高，还是会比较早比你早卖掉就这样。为什么？因为三房的人都会开车，那个都家庭所以就会有车位的需求，尤其是那个小孩刚出生那个婴儿啦，那怎么骑机车啦那夹在中间出个意外还扁掉了，所以通常都是就是会买车的时机大概也是这个买车，然后买车又要儿童安全座椅，要什么然后就会有车位的需求。好，此时你是三房你买有车位的房子就真的很容易卖掉那如果你买四房的话，注意一下，四房带车位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的地段比较好，你有没有可能会超过豪宅线豪宅线像高雄现在豪宅线是4000万那你就是买差不多2000左右。我在之前影片有讲过，反正就是这样。豪宅线这你要看一下，为什么？因为四房有很特殊的产品，这四房可能是透天也可能是什么四房双主卧3卫浴，这叫3代同堂格局那双主卧就是2个主卧2间主卧里面都有自己的浴室厕所的。那通常就3代同堂，就是一对夫妻，然后一对老夫老妻，就是他爸爸妈妈啦或岳父岳母啦，然后一起住，然后带小孩这样，2台车2台车。四房可能要配到双车位，车位你要选哪种其实没有很重要，就是要有车位就对了，也不一定要坚持平面车，因为现在有的案子出来嘛，全部都是机械人立面案房那你要找到新建案，然后是平面车位的真的很少，而且很贵。讲完了，我们今天讲两房要不要买车位。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观众来问我问题，他说他有2间房子在选，两房价格地点都差不多，但其中一间有附车位，所以他犹豫是不是有车位比较香。好我的建议是，如果价钱差不多就买有车位的，当然是特例，那个车位跟用送的一样，那当然是要买。更常见的是两房有车位，就是贵一个车位的价格，那都100万以上。那我就建议你，除非你是双北，不然一律买没有车位的房。为什么双北不一样？是因为双北房子太贵，总价太高了，它明明是三房的需求，还是只能住在两房里面，搬不出去了。所以双北即使你买两房，最好都还要有车位的原因在这里。但是中南部就还好，两房还没有贵到无法负担三房也没贵到无法负担，所以家庭就是这样两房住一住，然后小孩出生了就换就换。我看好几间两房，7、8间一定有。我说近期都是怎样共通点就是小孩出生，然后家里太挤我之前影片不是有在抱怨那个两房收纳空间那我都有提到这个现象。好，反正有小孩就一定要有车啦，不会在那边硬骑车啦，那个太危险了那中南部跟双北不一样的特性就是说，中南部两房的人通常没有车，他不是不会开车，他是没有车子，等到他们上三房的时候才有需要买车的需求上三房的时候。所以你在中南部，像南部我们就讲我这边高雄嘛高雄的话，你买两房带车位的房子就会比没带车位的卖的还慢，因为你总价比较高嘛又没有需求。所以我会建议你等你买到三房或四房的时候，你再去买带车位中南部因为此时车位对于你的三房买方、四房买方，这一定是必需品那差不多就这样。屏东要看因为屏东很多地方还是透天的案子透天本来就有车库车位，然后我有遇过就跟我说屏东没有差，什么叫车位，他们都停家门口那不是更好对，
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哈。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好，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2个，自产高雄。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啊，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就我讲一个流派这个流派啊，就我只能说房地产怎样，过去啦，几乎你怎么做都赚钱嘛，对不对？你要房地产里面找到赔钱还蛮困难的，那也因为大家怎么做都赚钱，所以衍生的流派非常的多。那每个流派因为看着人家赚钱他都有信徒那我就来讲我听过的一个流派，就是说2房不买车位，总价更低，更好买卖他们的那个说法是这样那你看看你觉得有没有道理？一般来说啊，台北的来买那个高雄或屏东或台南自产都一样，他们连在买2房他也要车位。好，这个就是台北经验在影响，因为台北没有车位就怎么处理嘛，很难处理啊。但是中南部就是中南部的那 lifestyle 是真的就是差很多。中南部的2房你可以不要车位，像我的2房我租给他真没有车呢，然后他跟我要2个机车，我怎么有嘛？我就只有1个机车位，另一个你就要看管理室还有没有那个空的机车，有人要租什么有没的，后来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好，那3房的租客就一定都是有开车的我连租客都开车更遑论买方所以3房你就是有车位就对了。一样这个流派有人有在讲，你3房不用买车位没关系，就是不要买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确定那个社区怎样租得到车位就好了。车位这件事情还是要很看社区的，有的车位很紧俏就都没剩你可能要租到旁边的公有停车场，或是旁边隔壁的社区的车位，然后真的是你开到人家地下室停好之后坐电梯上来然后你再走路回你自己的社区，都会搞成这样。那他们说辞是什么？说辞是说，好来，今天你一个3房没车位，跟3房有车位，3房有车位一定比较贵嘛因为它比较贵嘛，所以自备要比较多嘛比较多，所以它比较难卖嘛，所以你3房没车位你会先卖掉你会比较好卖，甚至你要拉一点点价钱，你只要比它便宜你都能赚到溢价。请问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来，我跟你说都有道理都有道理。我今天也不是要来分析，然后说人家做怎样不对都没有。房地产就是这样，百花齐放，真的很好，很漂亮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赚钱啊，所以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啊那我也有我的道理啊那你就是到处东看西看，然后选一个你自己都觉得你说服得了自己的，然后你就照这个方式去走。我是怎么想的？2房就是不买车位，3房就是一定要买车位，4房那边供。那如果是4房双主卧，你就要买到双车位就是这样。而且诚实的告诉你，就是我有一间2房是有平面车位的就有。好这没办法，我那时候重大建设的地图的工作做一做，功课做一做，就是那个社区，我已经等很久了呢等了快1年有吧，就是等它抛出来，在大涨前夕。然后抛出来就是2房有车位了，干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想要那个车位啊。我有问他说，那我不要买车位没有这样的好吧，那就买了吧。果然现在租客2台机车，他不要那个车位，他说可不可以租金便宜一点，因为我们用不到车位麻烦那都跟我预想一样。不过我都做中古电梯大楼，
中古就是这样，物件出来的时候，你好像也没得挑，对不对？我就等那个社区1年多，然后突然出一个那个很少买卖，终于出一个2房，可是它有车位，那你要不要买？那我们就是买啦。那如果能够让我再重来一次，我或许会硬生生去等到一个2房没有车位的，然后拿出来买哦，因为我就不用再处理后续的什么。你看租客跟我要2颗机车位，然后他不要那个车位，叫我租金算便宜。租客的形态就长这样，买方也是长这样，就是2房就还好哦。然后除非你的那个都涨起来，然后你变很贵的地方，就是你在高雄，可是你类似台北，好，那车位可能就是必需品。不过慢慢等吧，高雄要到新北的1半甚至80%还要很久很久。对，所以我现在为止我还是坚信2房不要车位3房必定要有车位，就这样。那至于3房呢，说3房不要买车位，比有车位的3房便宜，所以你会比较好卖，你还可以卖到1价，有道理，对，真的有道理，但我不信我自己还会遵从3房就是要有买到车位。有啊，我们有一间，它有没有车位？有，还是平面不是子母车位。有人对，子母车位这个改天我再来讲一下你看我去拍几张照片好了，真是爽，重机组真的是完全无法抵抗子母车位。我说高雄啦，我那个车位在 B5 真的是，哎呀不喜欢呢，我自己都不喜欢，可是它就是有车位，它就是3房就一定要有。为什么？因为你1楼走进去然后你搭电梯下到 B5， 一走去哇，那真是浑浊的空气。我都在想说，我就在里面摆一台空气清净机，我要看它的数字可以飙到多少，就这样B5 那个空气都浑浊不流通，可是它有车位就是这样。